好，欢迎回到现场，节目现场，我们要来看到黑猩猩之母91岁刚离世的这个珍古德。大家说他最后离世之前的一番言论哦，真的是看穿了国际上很多事物。他说他真的很想把美国总统川普、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全部都放到马斯克的太空船上。永远不再见哦。好，那大家说他可能是看穿了美中俄之间恐怕会大乱。确实，美国最近跟俄罗斯之间关系有点紧张哦。我们看到的是一架用于收集敌方雷达系统情报的美国空军战机的战斗兵哨，7日凌晨的时候，从英国的萨福克郡米尔登霍尔的皇家空军基地起飞，飞越了波罗的海国家，而且在俄罗斯位在波兰跟立陶宛之间的飞地进行盘旋，然后返回英国，在上午9点36分降落。好，很多人说，那当然就是在跟这个莫斯科警告吗？另外，川普对于这个是否向乌克兰或者是北约盟国提供具体的长程打击能力，也就是战斧巡弋飞弹这件事情，他在美东时间6号的时候，他是讲说已大致做出决定，在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之前，必须谨慎评估，并要求获取更多的资讯。好，所以美俄之间这关系稍微紧张一点。好，另外呢，现在中国大陆在今天10月8号，这个网络上在夯什么呢？其实他们在讨论一个人，就是钱学森。好，我们看到微博热搜、百度热搜，通通都有他。不过他已经离开了，在2009年就已经离世了。但是呢，在70年前的今天，他从美国终于回到了中国。好，那这就要倒回到1950年的时候，美方为了阻止钱学森回国，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拘禁，而且实施了非人的折磨，非法的关押钱学森，那让他尸身暴瘦，但是没有影响他回国的决心。所以在5年后，他就写下了信件啊，说这个被美国政府拘留已经是5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好，这封信当时就被转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所以经过协调，他是终于回到了祖国，就是70年前的10月8号。所以网络上这个对岸很多人在讨论这个讯息。好，那当然也要看到说，是不是也因为钱学森回去之后，其实中国大陆的航太也又更进一步了，所以现在美军越来越难追上中国了呢。我们看到美国海军新世代逆中战机最快本周要最终拍板，有2家公司进入到了决选哦。好说这个其实呢被视为是美方未来对抗中国军事扩张的核心武器之一。但是这其实并非首次的传出这个决策即将公布的消息，之前也有类似的报道，而且多次出现，但是全部都没有具体的结果，恐怕也是只听楼声响的概念。好，那当然美国的5架 F-35也遭到锁定吗？委内瑞拉的防长最近说，这美国的军方使用的是中国制的JY-27A 反隐形雷达，在75公里外精准的锁定了5架美国 F-35的战斗机耶。所以你看到这个中国的媒体也是喜称说破解了美战机的隐形技术，所以美中之间的这个军事战力还是持续不断的精进。好，那当然看到中国的军武现在很多国家都要买哦，我们这看到是中国最近要交付给柬埔寨2艘的056C 当中，其实有1艘已经开始进行了试航，另外1艘的设备安装进度也已经超过了50%。好，那还有跟巴基斯坦同为南亚国家的孟加拉，其实考量自家的空军现役战机太过老旧，所以计划在2027年前要购入20架的中国歼10C 的战机，希望自家的空军机队更现代化，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好，那还有就是中国的歼20隐形战机也是蛮多人喜欢的这个战斗机模型呢，被发现说亮相在沙烏地阿拉伯，这是潜在制造伙伴关系的迹象吗？好，这是2025年沙国国庆期间他们的沙国萨米
萨拉姆的航空发布了一则宣传视频，就里头就出现了一架喷涂沙特国旗就是沙烏地阿拉伯国旗，编号78272的歼20战斗机的模型。好，更耐人寻味的就是这影片当中就引发热议嘛，迅速就被删除。很多人说这根本是欲盖弥彰的操作，反而让外界对于中沙的军事合作的想象空间反而是不断的扩大。那欧美的网友则是热议说沙国正在寻找新的安全靠山，所以歼20的模型其实就是最直白的讯号。好，我们刚刚一开始看到的是珍古德讲说嘛，很想把川普、普京还有习近平都放到这个马斯克的太空船上所以看到他可能也觉得说这几个人是天下大乱的来源吗？我们先问介大使。我觉得他还是多好，就是说做他的本业啦。他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到了非洲跟一群猩猩住在一起跟那个猩猩住了一辈子那他的研究精神很受到大家的这个肯定啦。然后呢，他就成为这个国际动物保育的一个怎么样？有西方的这些 NGO 把它扶植成为一个国际保育的这个动物保育的一个典型、一个典范。那所以他这个几十年来，那走到哪别人都对他很尊敬。不过他的专业可能就是在研究动物啦不过我是觉得他这个说法我不晓得他为什么有这个看法。不过我是觉得他可能对现在的国际局势了解不太清楚。如果真的要把人送到太空去的话，那应该现在包括他自己的祖国英国还有这些欧洲人你们要做民意调查的话，他们可能说应该送到月球上应该是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是国际公认的，在这个世界上从事种族灭绝、违反人类罪，这个罪证确凿的。那当然，如果说还要真的要追究责任的话，内塔尼亚胡的帮凶大家都知道是美国对不对？那他这个我不知道他这个讲法，他凭他的印象还是什么还是国家大他就不喜欢因为他是一个小国的国民，他是英国人所以他过去他的英国在全世界也犯了很多违反人类罪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他的讲法听听就算了那而且他已经过世了，你现在问他为什么这样讲，大概也找不到实物对证了。那其实就是说钱学森的事情其实钱学森是这样他是在交大毕业的，上海交通大学，他学的是铁路专业。然后他到美国以后，他就拜了一个老师，是冯卡伦，那个是冯卡伦这是美国以及世界上当时对于火箭学最先进的一个学者啦。那这个学者事实上，跟这个对钱学森的才学跟他的学问非常的喜欢所以他就一直在这个美国最顶尖的有关火箭研究这个科技里面他是那个团队核心中的核心。所以当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当时美国派冯卡伦派一个团去接收那个德国的火箭中心的时候钱学森就也美军少校的军阶就参与了接收这个纳粹德国的火箭研究基地，然后获得了第一手资料。那之后他回到美国以后，就跟冯卡伦发表了很多联合的论文，这个是在国际这个所谓的火箭弹道方面是当时是最好的论文。可是1949年以后，他比较同情社会主义，那美国就对他开始这个怎么讲呢？防范。然后呢他曾经被美国的这个情治当局在没有任何理由把他抓去讯问，然后还这个关押了2个礼拜，后来就把他送回家里，然后家里面随时外面都是美国的特务在监控他。那当时钱学森对美国所谓的民主、自由、法治，他被这个他自己的这个遭遇他被震惊到。有一段时间他讲不出话，他没有想到美国居然是这样国家，那更加深他要回到中国大陆去贡献的这个意愿了。所以呢，他回到中国大陆以后，2弹1星，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火箭，他靠他这个记在脑袋里面的知识就发展了中国的火箭，使中国的这个现在的导弹东风系统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强的导弹系统之一。
如果没有他的话，那中国大陆导弹不会这么顺利。好，难怪哦，在这个时间哦，虽然70年了，大家都还是会特别的去缅怀他。好，舰长。刚刚我们顺着大使的那个理路啊，在讨论钱学森啊。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解放军所使用的东风17以及东风26，它使用的就是钱学森弹道。钱学森弹道跟以前的弹道有什么不一样？以前的弹道它就是一个抛物线，那现在的这个走的钱学森弹道是什么弹道呢？它没有走那么高，但是它很快的，它就会进入到大气层。然后它进入到大气层之后，它要改变方向，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双锥体可控制翼。那这些都是有关于钱学森当初的研究啊。那两弹一星呢？那一星指着就是人造卫星，两弹也就是核弹跟原子弹的部分啊，还有导弹的部分啊。那所以我们讲到说啊，钱学森这位院士其实也就是奠定了现在解放军它的各种军事科技的基础啊。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尤其是在欧洲的状况啊，其实非常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前。那其实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那出了2本书，一本书呢叫做《梦游者》，一本书叫做《8月炮火》。这2本书都在形容什么？也就是整个欧洲国家原来以为小打小闹就结束的战争，没想到把整个欧陆带入了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啊。现在的状况是不是有点像？的确有点像啊。那我们看到的，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RC-135啊，它就是这个蓝色的路径。那其实为什么它会这样飞？其实最主要的目的，也就是他们现在对于俄罗斯接近这个北约的这些盟国非常注意，但是其实不是一架，一共有3架。那只是这一架呢，也就是我们讲 RC-135特别的明显。那其实就相对应的啊，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一个未来是不是在欧洲或者是在乌克兰部署这一个战斧巡弋飞弹？不要忘了去年11月的经验，一说要可以让暴风之影打到俄罗斯，俄罗斯立刻的就试射真果树飞弹。那现在普丁又讲出类似的语言，就说你试试看啊。所以这就是一个警讯，大家不要又重回了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前的梦游者。好，我们接着问郑老师。讲到钱学森啊，他的专业、他的能力、他的贡献当然是非常不一样的哈。中国大陆最近很多这个崛起，事实上是一代人又一代人，像钱学森他们吃了很多的苦头，而且是下定决心。刚刚大使也提到说，他认同社会主义，他被称为人民的科学家。今天中国大陆也培养了很多投靠美国的，像余茂春那种坏蛋那种货色。当年也是一样啊，台湾也是同样的问题，就是说你学了一身本领，货与帝王家，卖给这些谁？卖给资本家，卖给这个强国，然后呢，在那边自己吃香喝辣了，然后协助这些强国欺压弱势国家，剥削第三世界。但是有科学家是不一样啊，他就是选择要站在对抗的立场，这个是很辛苦啊。所以你看美国怎么整他，根本不让他回去。是我听说美国人是非常非常后悔，经过谈判把钱学森放回去了，那就是纵虎归山。中国大陆的整个航空航天这个导弹这方面，它就是贡献非常非常大。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人有认识？所以像这样的科学家特别难得，一般都是理工的嘛，管你那么多，根本不管这些所谓的社会科学、这个政治科学。可是不一样，中国大陆除了这个外，包括他们两弹一星，包括什么这个很多叫什么学家是吧？政学家不是，就是很多。而且他们一去就是隐姓埋名10-20年，家里人都不知道。然后在最艰苦的条件，从打算盘开始，没有办法，没有计算机，这种精神是中国大陆今天能够崛起，能够井喷，能够很多东西，能够不断的出来。是啊，他们培养很多，一半到了美国去，一半还留在中国大陆，才能够有这样的成绩。这种精神，我认为是纪念陈学森才是应该的。
我看他们讲一个什么人工智能女神，什么李菲菲，吹的跟什么一样，是啊，很厉害。你一身本领在那边助纣为虐，像这种人，像黄仁勋这些货色，我看起来说想吐，台湾经常把他当个神一样，这什么玩意儿呢？那些站在弱势的，站在第三世界，哪个国家不想发展？所有的这些国家辛辛苦苦培养的精英，被美国人割韭菜，全部吸到那里去了。他们有什么本事？都是抢人家的资源。所以在这个弱国出身的，能够经得起诱惑，还能够经得起打压，还能够回到他自己国家，能够发展起来。中国大陆走的这个路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这个是值得大力称赞的，值得去谴责那些对立面，像余茂春，像这些坏蛋，拿了他们人民是给他这么多的血汗钱，培养他到美国去当打手、当凶手，这些人、这些科学家值得吐口水。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大家都最讨厌一种人哦，就是我都没错，都是累他们的错。这感觉是谁呢？其实美国总统川普就有类似的感受哦。我们看到的是现在一切都怪民主党。好，因为现在美国政府不是关门了吗？还川普就说这就是民主党让政府关门哦。好，然后说像是神风特工队的自杀式攻击。好，我们就来听听看川普怎么讲。The ones that started it, they're the ones that have it, and it's almost like a kamikaze attack by them.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This is like a kamikaze attack. They almost, you know, they have nothing to lose. They've lost the elections. They've lost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a landslide. So, you know, we won that. But we won counties. The big thing is counties. So out of all of the counties,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we got 2,500. They got 525. 好，不止美国关门这件事情，包含的是这个爆发了这个裁员潮。川普也说，有可能就是民主党害的哦。说如果参议院拨款法案还是没过，是否会引发新一波的裁员潮呢？川普就说可能会，但这一切都是民主党害的。好，那当然也说美国关门将近1周了嘛。那川普现在是表示说，大多数人会获得补偿，但是是否能给薪，将是个别的员工而定。他说这要看是谁。那我可以告诉你们，民主党让很多人陷入了风险跟困境，但对我们来说，我们会照顾他们，但有些人其实并不值得被照顾，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所以就暗指说，民主党派系的员工可能接下来是拿不到欠薪的哦。好，那当然，川普现在也加强力度的在打民主党哦。好，我们看到他扬言要用到暴乱法，好，说要用到这个叛乱法啦。好，绕过了司法机关跟地方政府的限制，直接派遣美军进驻俄勒冈州波特兰等城市。好，他扬言当地针对了打击非法移民执法部门的抗议是构成了叛乱，所以有必要不排除采取行动。好，但是民主党的参议员现在是认为川普好像跨过了红线哦。我们看到这位参议员，他叫莫克利，他说这个川普这总统是引援了联邦的暴乱法，派遣了国民兵前往这个波特兰，任何举动其实都将跨越一条让人难以置信的红线，这走向的就是权威主义。好，但是我们要看到了这个波特兰民众其实他们反抗川普，他们也走上了街头嘛，那城市就会视为是战区的一种方式。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画面其实就是呢，有一位穿上了色彩鲜艳滑稽的衣服，那其中一位抗议者从头到脚都穿着亮绿色充满充气的这个青蛙服装，名字就叫做波特兰青蛙哦。好，所以有看到吗？这个就是一种表达情绪的方式哦。但是呢，在川普的眼中看起来就是暴动。好，那当然这个加拿大的是芝加哥的记者跟这个抗议者起诉川普政府说其实他们的言行才是极端的暴行。好，这是一群新闻协会记者
跟非营利组织跟工会，他们在周一起诉了川普政府，说他们的高级官员这个联邦特工在当地抗议活动当中使用了一个极端暴力来压制媒体跟平民。好，就当示威者试图要阻止这个 ICE 的车辆进入设施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画面上 ICE 的特工也向人群释放的这个是胡椒球跟催泪瓦斯。那 CBS 芝加哥新闻的一名记者说，这一名蒙面的 ICE 特工向他的车发射了一颗胡椒球，也烧伤了他的脸哦，所以这个情绪都相当的激动，行动也都相当的夸张。好，那现在是不是不只是想要美国50州，川普想要增加51州呢？好，目标就是在隔壁邻居啦，加拿大。我们看到总理卡尼他也到了华府来进行访问，不过却遇上了一个蛮尴尬讽刺跟黑色幽默的会面。好，我们看到卡尼他精心的系上了跟这个共和党友好的颜色嘛，红色领带来示好。但你看到川普他回敬的是一条民主党的蓝色领带哦。好，所以两个人在这个加拿大跟美国这件事情上面其实也有点尴尬。我们来听一下。And now, and I'm running out of time, but this is many respects the most important. The what merger you created of Canada No, and the what United you States. created. That wasn't where it was going. 好，竟然又在讲到了合并的事情哦。好，这个川普说美加存在竞争的天然冲突，但预计能在关税上面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好，所以现在美国已经在相关问题上面做出让步，正在制定方案以研究降低部分行业的关税哦。好，我们一开始先讲到川普都认为是民主党的错，不管是关门啊，或是爆发失业潮，甚至现在在这个有些地方还派了军队进入。好，我们先问介大使。其实这一次这个民主党跟共和党啊，在这个联邦拨款法案里面啊，这个最大的冲突、最大的争执点就是共和党反对就是继续拨款给什么？给非法移民入境美国的移民他们的医疗保险的支出。那这一点就是说，川普的政府非常坚持，他认为这个都是非法移民了，为什么要用纳税人的钱？还要支付他们的医疗保险费用啊？可是民主党认为这是已经既定的，当时已经通过的这个预算，所以坚持还是要拨付啊。所以争执点还是在这个地方。那双方对这个问题能够妥协的空间应该不大。那不过美国这个最近的几次这种政府的这个联邦政府的 shutdown 时间都不长。有最短的1-2天就结束了，长则差不多1个礼拜，最多15天。可是最近几年的这个联邦政府下最长的一次就是川普1.0的时候，那时候停了30几天。那所以对川普来讲的话，他的耐力应该是比较强的。所以最近这个美国这一次他2.0的第一次联邦政府下档这才差不多还不到1个礼拜啊。那当然双方都是互相推给对方。那最后就是妥协的时候，就看对方双方不管是民主党或共和党，哪一方觉得他会付出的政治代价比较大。那对川普来讲的话，他就跟美国的联邦雇员就讲了，他说如果说你们丢工作的话，那你们要怪民主党，民主党把你们这些工作机会搞掉了。那民主党会说，就是因为川普这个他刻意把美国政府的这个联邦政府下档，你们这些联邦雇员你们丢工作，你们应该怪川普。不过这个对于美国一般老百姓来讲，大部分人都还没有感觉这个联邦这个政府关门的对他的影响。目前为止就是一些什么？就是一些联邦补助的国家公园，还有各地的这些联邦出资的国家公园，现在有些说对不起，经费不足关门。那接下来就是美国联邦有补助很多所谓的这种研究院、研究所，这些规模都非常庞大。那这些可能也会慢慢的关闭。那对老百姓想还不会有什么影响。可是呢，再下去的话，可能要出现的就是美国的这个航空会出现怎么样？航管人员领不到薪水，他不上班了。这个时候就会这个事情美国社会的关注度就会更提高了。
所以现在为止看看双方都还老神在在，我看还会发展一段时间。好，我们接着问郑老师。民主阿扁不对，赖清德这次在讲说，台湾是站在民主阵营啊，最喜欢引以为傲。那现在美国这种民主可以搞到断炊，然后和所有的公务人员拿不到薪水，重点是现在已经变习以为常。川普这次变本加厉，他还想说你们这样欠还不见得会补，对吧？现在拿不到薪水，有些人还领盒饭的，那些军人眷属，然后就像吃自助餐一样，三餐不继。然后他顺便，大家已经这个在家无薪假已经很辛苦了，他就宰人，顺便开除。我说已经搞到无以复加。那我们要问所谓的民主政治是吧？你今天行政部门跟立法部门在预算瞧不拢，大家稍微想一下，台湾也不遑多让啊。前阵子大罢免之前，民进党不是拿了个预算跟国会一直搞，搞到老百姓已经不耐烦，然后不知道是非在哪里。那如果美国还有你看这个母本啊，这个榜样一样，那不是说三权分立吗？那司法为什么不能够介入，很快就做个决断，让它回归正常？拖耗，而且变成什么样？变成恶疾，这个还是其中一环。你说从一个常态来讲，怎么可以两党之争争到连国家的机器都停摆？然后这个民主政治这么吹，这么捧，好像自己多厉害，这不是个笑话吗？你还有脸去讲别人？如果比烂，当然不高明，可是你自己以为自己民主体制多棒，不好好的反省跟检讨，这就是我常年对这个东西很不满。那不止这样啊，他们已经斗到说，刚刚讲你三权分立制衡，司法没办法，那人民力量至少起来嘛。现在芝加哥各地啊，包括亚特兰大，包括前个阶段连华盛顿地区都有。人民起来的时候，川普干脆就把国民军都派进去了，这个照他们的体制也是违法的，而且他选择性的。美国到处都有一些各种所谓他认为犯法，或者那个治安已经坏到，已经他认为地方行政机关没有能力去解决，他要来。那为什么你去的都是民主党的执政地方？你们共和党特别厉害，你显然也不是嘛。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国家已经乱到连人民要起来的力量都被他压制，然后说这个是暴乱，现在准备要用叛乱法去处理。我看到很多画面，他们呢现在这个国民军下去，那个对付示威群众是狠是凶，那是什么样子呢？人民的力量根本被践踏。不止这样，他拿来当党争当政争，一切就朝向明年他们的中期选举，全力。所以我说这样的一个民主政治，我们应该是好好的反省，然后台湾完全不加批判，全面模仿，还把他们拱若天星，天天在那边膜拜，我们自己已经搞成什么样子？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这个今天应该彻底的反省西方这一套是不是根本上有问题，不要再盲目崇拜。好，我们接着问舰长。我们刚刚又看到了那个川普准备要考谁，准备要挖苦卡尼，也就是加拿大总理的画面。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来讨论加拿大加入美国第51州的状况？所以我们这样讲，他干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们之前可以看到，这个英国首相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也是这样啊，他讲了各种维护这一个泽伦斯基的话，结果川普跟他讲，好啊，那你就自己面对俄罗斯。然后这个我们看到英国首相就很尴尬的 ，well， 意思就是不行嘛。那他除了这个，他之前呢还对赖比瑞亚的这个总统啊讲说，你的英文怎么讲得这么好啊，这么流利啊？搞半天，那个赖比瑞亚总统说，英文是我的母语。赖比瑞亚当然他们有其他的语言，但是唯一的官方语言就是英文。那所以我们讲说美国这个国家没有，连领导人都没什么远见，专门喜欢这样cos别人，不是什么好事啊。那刚刚我们第一节特别谈到了有关于赖清德总统的部分，你去了白宫，你真的去了，你觉得川普总统会跟你讲什么？他一定会跟你讲这个啊。你如果没有我们的军事装备啊，那个战争啊，早就在2个礼拜之内结束了。相不相信他会把当初对于泽伦斯基的这一句话再回来孝敬你，然后呢还跟你讲说，台积电呢，
所以我们这样讲啊，对，不要以为去应付川普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不过川普现在他又祭出了这个暴乱法，暴乱法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一个法律啊？1807年啊，那签署这个法律的总统呢，其实是杰佛逊，好了吧，开国元勋，竟然这么多年之后，美国总统现在的川普，他又要把这个法令弄出来，但是这么多年来都没有使用的一个法律，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也就是帮他的这一个国民兵进入波特兰或者进入芝加哥提出了一个合法的一个说法。但是如果回头去看暴乱法本身的话，真的是符合这样的态势吗？当然它有很多的条件啊。那在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一些城市包含加州，有像那个暴乱法里面讲到的，说这个现在已经不使用军队无法镇压这些民众了吗？没有。那如果说他讲说，如果那个剥夺部分州民宪法权利或阻碍司法公正的行为的叛乱行为，现在有这个情形吗？没有。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的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今天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介绍特别来宾，首先是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公益人士郑村棋，大家好。以及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知道，我们赖总统呢，在今年2月的时候曾经说过，台湾是棋手，不是棋子哦，所以他现在正在跟川普进行博弈吗？好，我们看到了之前他曾经有在选总统的时候有一个进白宫的这个言论哦，那现在真的成功的吸引到白宫的回应哦，要帮赖总统拍拍手。好，我们看到了白宫回应什么呢？也就是赖总统接受外媒专访的时候，他说，如果川普能让中国放弃攻打台湾，必然能当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好，现在白宫有回应咯，他说川普值得多次诺贝尔和平奖的肯定。好，那真的是千呼万唤哦，白宫很少针对这个中华民国总统有回应嘛？好，针对诺贝尔和平奖哦，白宫有感觉了。好，那我们也看到哦，这外媒哦也问到了赖总统说，这个想对川普说什么？结果赖清德就说啊，建议川普要留意中国军演已经到了印太整个区域哦，在东海、南海也扩军，这个航母跨过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北海舰队哦在演习时绕行日本一周，甚至到澳洲经济海域实施这个实弹射击。好，那当然很多人说，这东西不是一般的这个军事大家都知道吗？有在看国际新闻的，其实都知道这样的状况哦。那川普还需要赖总统来建议这件事情吗？好像赖总统有点不太清楚，人家美军一定知道嘛，吼。好，那当然就说了，现在哦，这美国的国防部助理部长，他现在讲说台湾军队需要重大的改革。好，他直接说支出应该占我们的 GDP 达10%啊。好，这一名呢，他这是约翰卢哦，他在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面确认听证会有明确表示说强烈支持这样的主张。好，我们看到美国联邦参议院哦，韦克尔跟费雪最近访台湾、菲律宾、帛琉，就指出印太地区盟友坚定的对抗中国威胁，那同时需要美国支援，呼吁美国加强军事基地建设，还有扩大投资，以确保防御实力跟区域上面的稳定。好，但是现在美国之间其实他们也是蛮乱的，尤其是黄仁勋这件事情让很多人觉得怪怪的因为现在这个美国的前副国务这个坎贝尔，他说，尽管美国军事战略家跟这个规划人员日益的着重防备中国在西太平洋的蓄意军事行动，那担心两国一旦发生意外或是沟通不良其实就会把两国卷入一个双方不乐见的冲突当中，所以他认为美中的危机是等着发生，必须要赶快设立的是沟通管道。
好，那中国大陆不出兵就会掀起台海危机吗？其实美国的前官员，他是史丹佛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学者伯明，他认为川普让黄仁勋插手国安是不好的。好，那他说中国即使不发动战争，也能在4年之内以经济行政的手段在台湾爆发极严重的危机。但他认为川普不重视国安，还大幅的削减国安人力，甚至把职能交到黄仁勋等非正式的顾问手上。他认为台湾在中国军事战略当中扮演一个关键的枢纽。好，所以这解放军每派出船舰潜艇或飞机之前，其实都必须要经过这个战略节点。如果中国掌握台湾，不仅能突破第一岛链，还可以有效的包围日本，瘫痪日本战略防御甚至切断日本的能源跟粮食供应。好。如果赖总统讲这句话，我或许还会觉得说他真的在给川普建言哦。好，那这个确实也凸显了未来可能的一个危机展现。所以这个伯明就示警中国可能不开枪就会引发台海危机，所以很担心川普相当的短视哦。好，确实这样的危机是蛮多人都担心的。那习近平现在也在拉拢的是朝鲜半岛吗？我们看到韩中外长现在通话了，讨论的当然就是习近平接下来马上要到APEC 韩国这边出席的事宜。好，这两方通话大概是40分钟的时间。南韩外交部表示说，讨论的就是习近平要出访韩国这边来出席 APEC 的状况。好，那中方通稿则是只字未提到习近平出访。但是呢，像是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还是坚持自己要说的他说我们是坚持多边主义，推动亚太自贸区。他说希望加强双边团结协作，维护国际贸易的体制，所以坚持是多边主义的理念，推动亚太自贸区进程，朝着建构亚太共同体的方向来做出一些积极的努力。好，所以呢，大家也是看到嘛，中国跟北韩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再次升温呢？因为有一个讯息就是中国大陆的国务院总理李强，他要前往北韩出席他们的朝鲜劳动党建党80周年的庆祝活动，而且跟朝鲜之间有一个正式的友好访问。好，那当然李强访这个北韩南韩的外长通话王毅的时候，其实他也有特别的这个讲到说，盼中朝关系有助于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好，所以现在在这个亚太的局势还是蛮复杂的，尤其这个包含了中国大陆，还有这个朝鲜半岛以及两岸的问题那再加上这川普对于台湾的部分，也很多人觉得很危急啊。好，首先我们刚才看到的是赖清德嘛，我们说他现在真的是旗手，白宫回应他了。好，因为讲到了诺贝尔和平奖正中川普的下怀。我们先问郑老师。这个不是白宫回应他，是白宫回应美国记者的询问那个这个记者问的就是赖清德的问题这个就是有很大的差别这个记者问的问题，他一定要回答他不会规避的。那这个其实我觉得赖清德的这个整个外交国安顾问要重新换人你这个隔海对美国政府的总统喊话，这个其实事实上的话，这个还玩的。你要看其他国家的这些跟美国接触的时候，尤其对川普讲话的时候，这种方式好像对小孩讲话，你可以提出这样子的要求，可是这就表示你在指导美国的政策。过去阿扁的时候也做过这样子的事情后来得到非常大的负面效应。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说是赖清德只是对这个做国内的促销的话，那他是博得了版面可是呢，他如果说是这样子跟美国的这个川普总统进行隔空喊话的话，这个对他我觉得对台湾都不是很有利的。因为川普很不喜欢别人对他下指导棋，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变成就是我觉得啦，他如果说川普他是另外一种方式来感知你这样子的对他的这种你对他的指导的话，那可能他的下场会跟当年的那个陈水扁一样。因为陈水扁当时做美国也是曾经用过这个方法，后来他被美国方面几乎列为拒绝往来户。所以这些很多话的话，真的这个外交上，尤其高层国际政治是很复杂的。
那这个还是需要比较有经验跟美国政府高层打过交道的，像他这些国安会啊，然后这些副秘书长啊，我想都是闭门造车了啊，这个对台湾并不是有什么好处，也不值得什么庆祝啊，也不值得什么高兴。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你要看这些斯坦福大学这些研究所的学者讲了一大堆哈，我认为他们讲的越多，就表示他在美国政府的决策里面，他现在是没有任何影响力。川普是前纲独断。那这一次川普去这个，为什么他们都在讲这些话呢？因为川普啊，我认为最近有一些发言啊，因为川普大概马上要去这个朝鲜了，不要去这个南韩了。去跟习近平见面，然后川普是带了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去的，那他就是要跟中国大陆要中国大陆采购黄豆。那这个黄豆事实上的话，中国大陆来讲的话是可以买可以不买，因为美国现在的黄豆已经成熟了，它没有地，它如果说卖不出去的话，它就要烂在田里面了。对于美国的这个豆农哈。我最近看有一个女士，她的豆农，你知道她种黄豆，她种了多少？她种了1000英亩，这些她家当都压在上面了。如果说她没有买主的话，她可能就要破产了，因为她这个1000英亩不是我们几亩地的问题，你的种子、肥料，你的所有这些相关的机具你都要跟银行贷款，她不是说自己拿钱出来的，所以对这些美国的豆农来讲是生存危机。那这些豆农都是川普的这个怎么讲呢？都是川普的这个积极的支持者，所以这个对川普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说是一个政治上面的压力，那势必就会产生美国怎么样？他必须要跟中国大陆做一个利益的交换，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要注意的。他会拿什么东西跟这个大陆做利益交换那川普是美国利益优先，其他都不重要，所以呢，这个部分我觉得才是我们必须要很密切关注的。那这次李强会去这个朝鲜我想最主要因素，因为这个金正恩去了一趟北京，还有他也邀请了俄罗斯他们在前几个礼拜就公布了梅德韦杰夫，也就是这个。俄罗斯的应该算是政治上第2号人物，也要去北韩。那北韩听说这次要大阅兵了所以这是在东北亚来讲是一个大的政治动作。那么也显示大国之间的斗争有一点越来越激烈的感觉。好，我们接下来问郑老师。美国的这个媒体来访问赖清德，我相信应该是台湾这边花力气花钱去凑成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赖清德急啦。其他的国家，你看川普当然很嚣张了被他修理，被他什么蹂躏，都还换得跟他见面的机会。台湾不管是关税什么东西，付出那么多，被他这个糟蹋到一塌糊涂。问题是连跟他见面的机会都没有，只好透过这样的安排隔空喊话。那他其中一个就是说，如果川普把那个放弃台湾，能够达到让中共做到可以拿到诺贝尔和奖。赖清德是要投其所好，他想拐了川普。川普是什么人可以让你拐的？他当然很怕，他当然很想得诺贝尔和奖。可白宫怎么回应说川普已经值得拿好几个诺贝尔，意思说不缺你这个，对吧？人家搞东搞西还缺你这个，所以他这个把川普当傻瓜。刚刚那个介大使讲到，你这样子动作是非常不恰当的，不但是动作不恰当，内容也很不恰当。讲不客气一点，川普有能力让大陆放弃。不拿台湾，他倒是神啦，他不止诺贝尔和奖，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不是讲了个神话吗？川普听了一定很不爽。但我告诉你，什么情况下川普在两岸关系可以拿到和平奖？就是川普放弃台湾，不是叫老共放弃拿台湾，是川普放弃台湾，让台湾被和平统一，那川普还真可能得到和平奖了。你有没有搞清楚？刚好跟你赖清德的目的相反。第三，我认为你不必苦苦求人嘛，你那么怕诺贝尔奖，何必送人？你如果主动在两岸和平、主动统一，我告诉你，你也可以拿诺贝尔和平奖啊，何必送给川普呢？而且所以说，你这个人根本就是脑袋不清楚，去弄一个不可能的任务，那假装可以诱拐川普，你把川普当傻瓜，他精得跟鬼一样，这不是自取其辱吗？你不是痴人说梦吗？
然后他这访问里面他讲了一大堆，他说中国没有侵犯台湾的这个权利。我告诉你，中国有没有实力比他有没有权利重要。他不但有权利，他有实力。他不是侵犯台湾，他要统一台湾。你讲那个什么话呢？都站在你自己片面，然后又这么宣称两边互不隶属，你不是个挑衅吗？啊！然后他又在最喜欢讲说什么站在民主阵营，然后大家你又是把民主跟所谓的对方专制对立起来。抱歉啊，这几年来，特别是民主国家臭不可闻。你要讲说团结这些民主国家好像多光荣，好像自己多正当，好像自己多神圣，然后对方就很糟，刚好真实相反。所有这些民主国家以美国为代表的，包括欧洲那些国家，臭不可闻。尤其在这个以色列这些纵容以色列共同干多少坏事，欧美的进步人士都起来反对他们这个政府。这样的一个所谓民主国家，你还敢这么堂堂胡乱比附？所以我说你这个赖清德根本没有看清楚这个现象。然后他又讲说，他并没有放弃寻求和平，希望能够共荣。我跟你讲，你如果要寻求和平，很有办法啊。你是好好的在两岸，你不要惹事。今天台海为什么？他说不是这个台湾搞的，是老共弄的，你不要弄错。两岸今天会紧张，对内就是因为你们民进党、你赖清德、你们搞台独，是你们改变现状。另外外面是他忘记了吗？裴洛西来啊，那是改变现状啊。他说是老共在改变现状，你这颠倒是非、颠倒黑白，你有什么说服力呢？你关起门来自己那么自言自语，而且还希望这样能够间接传给川普，川普还能够听进去被你骗。哦，你实在是囡仔在骗大人，你是读个歹。好，我们接着问舰长。自从民进党政府那个执政以来台湾一直有一种阿 Q 的思想，也就是说呢，只要在国际上面出现台湾，只要有能见度，那就是一种成功啊。那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一次特别讲说，如果能让中国大陆放弃攻打台湾，他就可以拿一座诺贝尔和平奖那其实这一件事情到底是对于川普来讲是一种正面的肯定，还是负面的一种讽刺很难说哦。为什么？因为即将要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大家的评估它都是要进行战略退缩的。那我们看看有关于东亚，它的兵力也是逐渐的从第一岛链撤到那个关岛。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你现在这样讲是不是在讽刺美国的国力不行啊？所以这就是刚刚大使讲的重中之重。你这样的说，反而可能适得其反了。那另外呢，中国大陆它只有不放弃那个武力攻击台湾，那但是它的前提是什么？它的前提一直讲的就是9·2共识啊。我们大家现在对于9·2共识抹黑成什么？抹黑成9·2共识就是一个中国，然后那个也就是让台湾变成1国2制，这个根本就是一种抹黑啊。那另外如果说我们看到博明的这种讲法，其实博明要说清楚你现在是在卖书还是在说实话因为其实博明举了一大堆例子例如说什么中云号例如说在这个东海发生什么事对不起那都是拜登任内的事那个不就是你干那个你在这个国安会里面，美国国安会里面发生的事吗？你反而这样讲，你是在卖书吧？你不是在讲事情吧？讲事情是不是反而凸显了拜登的无能，以及你们这些测试的无知？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